花盆周围总是有飞来飞去的小黑飞，除也除不尽，杀也杀不完。虽然不咬人，但是非常烦人，让人心情不好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，真的是让人头疼。你家有小黑飞吗？有的请回复1，没有的请回复0。那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小黑飞一扫而光，连窝端呢？答案当然是有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消灭小黑飞的办法，小黑飞产生的原因以及预防的方法，教你彻底告别小黑飞。1. 杀虫方法。除掉小黑飞的办法有很多，比如植物驱除法、自制杀虫剂、物理清除的方法。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安全、绿色、高效的覆盖法。覆盖法。覆盖法的原理就是，盆土上面有了覆盖物之后，土里面的腐殖质不能够接触空气，底下就不会滋生小黑飞，即使滋生出来，由于杜绝空气以后，它就会彻底的闷死，就不会飞出来了，这样就能够有效的把小黑飞杀死在里边，不会再次变大变成飞虫，屋里就不会有小黑飞了。但覆盖法使用时，一定要保证盆土干燥，至少也要盆土表面是干燥的才可以。覆盖物的话，首先可以考虑肉桂粉。肉桂粉是天然的杀菌剂，它可以隔绝土壤，直接铺在土面上就能发挥效果，可以防止小黑飞的幼虫爬出来，也就能间接的清除小黑飞了。不过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肉桂粉不能沾水，一沾水就会化掉，所以最好是肉桂粉上面再铺3至5厘米的干燥细沙，效果会更持久。除了肉桂粉以外，硅藻土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硅藻土的粉末是由非常细小的化石碎片组合而成的，一旦接触这些小黑飞的幼虫，它们就会受伤挂掉。具体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在土面上覆盖一层3厘米厚的硅藻土粉末，1周之后，这些小黑飞基本就明显减少了，过了3至4周之后，就看不到小黑飞了。不过这些硅藻土是比较昂贵的，在小盆栽里使用就还好。除此之外，松脂以及木炭粉也可以作为负面使用。灌根杀虫法。1. 大蒜水。将大蒜50克捣碎后加入500克水浸泡1夜，然后用浸泡好的大蒜水浇灌盆土，也可以起到杀死土壤里的幼虫的效果。2. 烟丝水。将烟丝与水按1:2或1:3的比例浸泡后灌根或者喷叶，1周2次即可，可以配合黄板一起使用，效果更佳。3. 菊酯类杀虫剂。先准备500毫升的清水，用带有菊酯的杀虫剂向水中喷10次，兑好摇匀，然后喷在土壤表层、花盆的外壁和托盘中，3至5天喷1次。喷洒时不要喷到植物身上，如果担心喷到土壤中会影响植物，可以只喷在托盘里，但是要加大剂量。4. 过氧化氢双氧水。过氧化氢原本就是用来杀菌消毒的，它也可以轻松地杀死小黑飞的幼虫和卵，还可以对盆土杀菌。使用时买6%浓度的，以1:6的比例兑水使用。但要注意的是，使用前要让盆土完全干燥，起码表层土要完全干了，之后才可以把过氧化氢水浇灌到花盆中。浇灌到花盆中以后，土壤会冒泡，不用担心，那是因为双氧水会分解为氧气和水的缘故。5. BT 杀虫剂。BT 杀虫剂就是苏云金杆菌，它会产生2种毒素，导致害虫的肠道麻痹，并让它们停止进食，最后使得这些害虫饿死。也就是说， BT 杀虫剂是属于生物杀菌剂，并不会有太多的危害，并且 BT 杀虫剂对大部分的害虫都是有效的，可以清除常见的飞蛾、齿货、菜粉蝶、卷叶鸣、地老虎、烟青虫、凤蝶和前叶蝇等害虫，但是对蚜虫、红蜘蛛和介壳虫没有效果。6. 硫磺水。土壤里掺入少量的硫磺粉，可以抑制小黑飞在土中产卵。不过硫磺粉有一定的伤害性，使用时要戴上手套。家中没有硫磺粉的朋友，可以用硫磺皂替代，切下1小块硫磺皂兑水，浇在花土里就可以。不过硫磺皂是碱性的，不要频繁使用。7. 敷虫胺。它就是传说中的小白药，这个药物使用方法简单，直接撒在土的表面就可以了，药效大约2个月，可以上盆时搅拌到土壤里面。这个药对红蜘蛛的效果比较差，
那对于其他的虫类，99%的全部都可以预防和杀灭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实际使用的时候，浇灌的效果一级棒，但美中不足的是，有可能极个别虫卵藏在了溶液没有浇到的地方。植物相克法。1. 矮牵牛。一些养了矮牵牛的朋友发现，自打养了矮牵牛，其他花周围的小黑飞都不见了。仔细一看，全都粘在了矮牵牛身上。矮牵牛的枝干上有许多细小的绒毛，而且能够分泌粘液，有经验的朋友一定知道，矮牵牛摸上去黏糊糊的，正是因为这样，矮牵牛才能够粘住小黑飞。2. 美女鹰。美女鹰也有这样的效果，跟矮牵牛相似，美女鹰枝叶上也有不少的绒毛，小黑飞一旦粘住，就很难逃脱。矮牵牛和美女鹰枝干粘上小黑飞之后，需要立即清理干净，不然时间久了，小黑飞的尸体可能对花造成伤害。不过，矮牵牛和美女鹰毕竟是植物，所以大量的小黑飞的话，还是需要考虑其他更有效的方法。引诱捕杀法。1. 黄色诱杀法。黄色可以吸引成虫，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一点。首先要说的就是黄色粘虫板。放上黄色的板子后，虫子就会飞到粘虫板上，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成虫的数量。如果没有黄色粘虫板的话，可以有效利用黄颜色的容器。准备1碗食用油，一个黄色的塑料盘，将食用油均匀地倒在塑料盘上，放在花盆旁边。第二天就会发现，塑料盘上沾了不少小黑飞。同样的手法可以升级一下，先准备一个黄色的大盆，倒上一部分清水，加入适量的洗衣粉或者洗洁精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在大盆里面放一个小盆，然后再把花盆放到小盆里面。第二天就会发现水里铺满了小黑飞。2. 苹果醋诱杀。这种方法就是以苹果醋为诱饵，吸引小黑飞掉入陷阱里面。在一个碗里添加一些苹果醋，再滴入1、2滴的洗洁精，之后用保鲜膜盖住，然后戳几个孔，这样就可以吸引小虫子飞进去。不过这种方法只能引诱成年的小黑飞，也就是说土壤里面的虫卵是无法清除的。3. 土豆片诱杀。小黑飞特别喜欢有机质，而土豆片则可以诱引小黑飞的幼虫。就比如将一个土豆切成很多块小块，将它们埋在土壤表面，过6至8个小时左右，就可以将土豆块拿起来。你会发现这些土豆块上面有很多小黑飞的幼虫，这个时候就要将土豆块扔掉了。这种方法只能去除少量的小黑飞幼虫，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，但如果小黑飞的幼虫多的话，效果并不理想。除了上面介绍的方法外，蚊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。可以将蚊香点燃后放在花盆的附近，然后找一个大的塑料袋子，将蚊香与花盆一起罩住，这样既能有效杀虫，还不会对人体造成杀害。使用时要注意防火安全，但注意塑料袋不能完完全全封闭，否则植物会受到损伤，最好扎几个小洞比较安全。俗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那么小黑飞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样能让我们的办法更有效。2. 小黑飞产生的原因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小黑飞是怎么来的。小黑飞喜欢含有腐殖质的土壤，它喜欢潮湿的环境。一般我们现在栽种花卉都是直接使用营养土，营养土里边腐殖质比较多，而且在室内往往通风比较差，浇上水以后，土壤表面含有腐殖质，湿度比较大，就是它非常好的食物，所以这就给小黑飞提供了产卵的环境。除此之外，有很多盆栽的土壤并没有杀菌消毒，所以本身就携带虫卵，所以只要环境适宜了，小黑飞就跑出来了。小黑飞对人类虽然没有太大的损害，但它们会飞来飞去，况且小黑飞还会携带一些有害的真菌孢子，包括立枯病。养花的朋友都知道，如果植物感染立枯病，那基本是没救的，特别是养铁线莲的花友应该就深有体会了。虽然小黑飞它们成虫的寿命只有8天，但小黑飞的雌性会在潮湿的土壤中产卵，它们的卵5天内孵化，并且会在2、3周后逐渐化蛹成虫，这样的繁殖速度也是我们一直消灭不掉的其中一个原因。所以平时从源头上，盆土一定不能太潮湿。消灭小黑飞固然重要，事先的预防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源头。下面说一下预防方法。
3、预防措施。1、保持适当的土壤湿度，过度的浇水会导致土壤过于潮湿，为小黑飞提供了理想的繁殖环境。因此，保持适当的土壤湿度，采用渐干渐湿的浇水原则，可以大幅度减少小黑飞的滋生。2、改善通风条件，良好的通风条件不仅有助于植物的健康生长，也能减少潮湿环境中小黑飞的出现。在室内养花时，应定期开窗通风，或使用风扇增加空气流动。3、清理残留的植物组织，及时清理掉落的叶片和枯死的植物组织，可以有效减少小黑飞的食物来源和繁殖场所。4、使用透气性好的土壤，选择透气性和排水性良好的土壤对于预防小黑飞至关重要。这样的土壤不容易积水，有助于保持土壤表层的干燥。5、定期检查植物，定期检查植物的健康状况，尤其是新引进的植物。一旦发现小黑飞或其他害虫的迹象，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处理，避免害虫蔓延到其他植物。6、使用盆托隔离，将植物盆栽放在盆托上，并在盆托中加入一层细沙或小石子，可以有效阻止小黑飞通过底部的排水孔进入土壤产卵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觉得花花的内容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